在我有限的记忆里，这里从来都无法和轻松惬意这个词联系上，而忙碌就是这里人的常态。30年前，我的父亲就从大山来到这座城市，为了生活而努力。而那个时候，这里就是所有中国人都羡慕的地方，那些怀揣着改变命运梦想的人蜂拥而至，而这里也实实在在地诞生了众多让人羡慕的故事和奇迹。这里是深圳，它是中国过去40年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可以说它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窗口，也是中国最值得骄傲的成就。这些都无需我用任何词藻来修饰了。而在当下，这个被称之为1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点，也是中国经济遇到前所未有之挑战的阶段，深圳是否能够再创辉煌呢？这次我们就好好看看它现在的模样，以及聊聊它的未来。如果我不告诉你这是哪儿，你甚至以为这是什么滨海度假胜地。如果你搜索相关深圳的视频，大多都会告诉你深圳是一座多么美丽的城市，摩天大楼、绿地、森林、大海、沙滩。超过1200个公园的深圳是中国公园数量最多的一线城市。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一个花园城市。而在所有的超级城市中，深圳的自然条件也绝对是最好的那一个。深圳位于中国南部亚热带地区，气候温和湿润，冬天相较于内地并无寒冷之意，夏天也没有东南亚国家漫长的潮湿炎热，非常适宜居住。而这些优良的自然风景的的确确让生活在这里的人和来旅游的人都会觉得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是如果你真的在这里生活，又有多少时间享受这个城市的风景呢？因为来这里的人绝大多数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挣钱。在这么光鲜的外表下，深圳有3/4的人月收入不到1500美元，而他们有一半的人都居住在深圳的城中村。而在所有的深圳人里面，只有不到10%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子。即使这座城市再美丽，它也只属于少数人。城中村就是绝大多数深圳人打工生活的地方。这里是深圳宝安区坪洲的一个城中村，路面坑洼不平，积水四溢，空中横飞的电线已经是过去时了。这里早已经超越了我想象中的城中村的形象。深圳市政府过去几年实施了一系列的城中村改造计划，旨在提升城中村基础设施、居住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虽然这里人口密度极大，但已经摆脱了过去脏乱差的形象，街道两边的餐饮、便民服务也井然有序，加上这里便宜的公寓租金价格，也能让刚来深圳的打工年轻人很快安定下来。说实话，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北京也有城中村，但和深圳的比起来，我想北京的可能更符合一个村的形象。还有黄岗村这样高配置的存在，除了过去村里豪华的宗族祠堂，我想大概这已经和城中村的概念毫无瓜葛了。在这个大树下坐一会儿，如果你不去看祠堂后面的高楼大厦，确实能有时间穿越的感觉。
我们再将视角拉近，看看最普通的打工人工作的地方。这里是宝安区的一个普通的工业园。据我了解，这里工人的工资水平已经有10几年没有变过了。他们每天早上8点上班，很多晚上9点都还没有下班。每天3顿饭就在工厂门口饭馆和地摊上用5分钟就能解决，然后继续回去上班。而他们有的就居住在工厂的宿舍里，或者工厂附近的城中村中。比起那些美丽的公园和摩天高楼，这才是大多数的深圳人的生活环境。而在2023年底，深圳和东莞的工厂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订单数量大大减少，而这里的工人们3、4千的基本工资肯定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状态，加班则变成他们增加收入和找工作的必要条件。所以现在工厂的人员流动也非常大。可是大环境如此，并不是换一个工厂就能解决问题的。深圳几十年来的辉煌成就，其实都是建立在我们拥有巨大人口红利的基础上。而我们在感叹中国制造的物美价廉的同时，其实更要感叹的是中国人拥有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在当前的国际大环境下，深圳的制造业其实也面临着深远挑战。在腾笼换鸟和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现在这些工厂和工人的命运不知道会走向何处。而这时候，我只有朴素的希望，就是我们国家的强大，不只是普惠到那些做着体面工作的白领阶级或者国企员工，也能让这些工厂打工的青年们享受到国家的红利，而不只是作为人口红利被消费。而我在工厂附近意外地遇到了一家味道绝美的兰州拉面店。虽然我做的不是一个吃播节目，但是小店小哥朴实的服务和惊艳的菜品味道，让我无法拒绝在我的节目里将他们放进去。他们也是深圳最普通的打工人之一。因人而异，然后我们比较用的比较稍微贵一点的料，有的建议用的稍微便宜一点的料，然后就味道不一样。你们都是回民吗？对。是，行。我们刚开嘛，然后刚开的话就味道是比较稍微料啥的比较特别好的那儿。贵有的时候贵上千块钱。贵上千块钱。重申一下，这真的不是广告，确实做得非常好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华强北见证了中国电子产品产业的迅猛发展，它成为中国电子产品批发、零售、维修、代工等方面的核心地带，也吸引了无数国内外的买家、商家和游客。每次我来深圳，这都是我肯定会来的地方。无论你是否要买东西，只要是电子产品，可以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而这里泛滥的水货和假货销售，也是过去华强北火爆的重要成因。甚至还有一个华强北的鬼市，可以买到正规市场完全没有的产品。受到中国发达的网络购物的冲击和大环境的影响，这里线下卖场的人气也大不如前，零零散散的买家和很多已经关闭的店铺看起来有些萧条。而原来的中国电子第一街，现在也变成了一条旅行、休闲、娱乐的步行街。而随
随着深圳逐步转型成为世界领先的智能创新电子产品中心，以华强北现在的供应链优势，我相信依然能让这里继续充满活力。这里是东门的老街，它承载着300年的繁华历史，现在也是深圳年轻人最爱聚集的地方。曾经这里迎来了中国第一家麦当劳的开业，而疫情的暴击过后，东门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繁荣的景象，人潮涌动。如今这里更拥有了新的标签——网红一条街。我从不热衷于短视频和直播，然而来到这里，不得不承认眼前的景象让我颇为触动。这里的人们和其他来深圳的人一样，怀着赚钱的目的，努力奋斗。他们在这里尽情释放了自我，即便音量再高，也没有人阻止，甚至警察也会来帮助维持秩序。深圳的包容性实至名归。若将这一景象搬到上海、北京、杭州，甚至是香港，恐怕难以想象会有何等场面。深圳的节奏非常快，很多人也只有到了晚上甚至深夜才能享受属于自己的时间。中国的南方城市和北方城市的区别，表面看起来是风景、气候或者饮食，但本质上的区别就是夜间经济。晚上的水围夜市狭窄的道路里挤满了人，地摊、小吃，甚至还有我10几年都没有见过的音像店。里面的东西是否合法合规啊，我并不关心，但是深圳毕竟就是深圳，没有什么是你买不到的。如果你一定要让我对逛街下一个定义，我绝不会把逛商场称之为逛街，也只有这种地方才会激发我从家里走出来享受这个城市的欲望。看到这样的气氛，确实让你无法想象现在中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放缓阶段。虽然这里有很多普通人的收入并不是特别高，但相对低廉的物价也比中国其他2座1线城市更能让普通人所接受。而年轻人也更喜欢这种氛围。虽然我已走向中年，但我坚持认为，年轻就应该享受自己的青春，而不是整日坐在办公室和家里。晚上的深圳确实有足够的地方让青春可以安放。这次有机会在深圳感受了一下这里开车的体验。深圳的道路建设，我感觉效率确实非常高，堵车情况可以说1线城市里最好的了。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全国2023年2季度的拥堵榜，深圳的排名只有29名，这和我的感受基本一致。干线上的堵车很快就能得到缓解，但我在深圳开车最明显的就是感受到了一种深圳节奏，就是快，或者也可以说是急切。以我过往在北京开车的节奏，你在这里会感觉到所有的车都在赶时间，然后我就被裹挟到这个急切的车流里，而且变道不打灯的情况更胜一筹。再加上深圳的监控又远远严格于北京，我就在一个红灯掉头被拍了6分。而深圳主路上又有大量的电动车在行驶，这就让我在深圳的开车体验变得异常紧张。如果你开到辅路，肆无忌惮的电动车大军，甚至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走到了非机动车道，没办法，法不责众，大概在深圳这个1线城市也适用吧。当然，地铁在深圳也是相对方便的选择，不过1线城市高峰期的人多就无法避免了，但是到了普通时段，人流量可以说就是巨减。到了这个著名的深圳之眼打了一次卡，
第一次来，怎么看都有点眼熟，是不是和著名的西二旗地铁站有点像啊？不过这个地铁站明显高端大气上档次，有种机场的感觉了。多少钱坐一次？啊，3倍是吗？6份。再刷一次就能进了是吧？哦。深圳地铁里甚至效仿香港，增加了商务车厢，提供更好的乘坐体验。当然，价格也比普通票价大概贵了3倍。不过，比起香港的商务舱的上座率，这完全空置的状态，可能就和深圳本地人的需求有点匹配不上了。那最后呢，我来聊聊我怎么看深圳吧。深圳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放在30年前，全国的落户政策非常封闭的环境中，其实就是一种巨大的包容，而它也吸引着全国各地无数人到深圳来创业工作。但我觉得现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啊，其实都可以借用这句话了。毕竟人口大范围的流动已经形成，地域限制也逐步放开。如果你要让我用一句话去描述深圳，我觉得还是用这句话更合适：时间就是金钱。我的朋友和我所在深圳的所有体验都在给我传达一种信息，就是你不搞钱，为什么要来深圳呢？难道是来享受人生吗？所以深圳那种过于务实的城市气质，也会让喜欢它的人趋之若鹜，不喜欢它的则敬而远之。而在国内外有如此大的动荡和变化的前提下，深圳的经济依然显出了它顽强的韧性。2023年的 GDP 实现同比6%的增长，为一线城市第一。而在高技术产品方面，创造出了全球震惊的增速。比亚迪、华为以及一众高科技创新企业的强力发展，也为深圳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以上这些话可能听起来有些官方，而作为我个人是感同身受的。作为一个需要行走、到处拍摄的人，包里的进口产品就逐渐被国产的产品所替代，而这些设备大多都产自深圳。在我看来，这些就是深圳的竞争力。但如果上面视频里所发现的，深圳的工人很多依然没有摆脱人口红利的魔咒，而深圳只有尽快让产业升级，才能普惠到这里的绝大多数工人，不用只有加班才能挣钱，而且也能在这座国际大都市里实现一个家的梦想。希望这里不只是一个挣钱的地方。